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三星第6代的全新旗舰折叠手机，这次同样有左右开合的大折叠 Galaxy Z Fold 6，以及上下折叠的 Galaxy Z Flip 6两款折叠手机。嗨，欢迎回来，我是驴子。今年的 Galaxy Unpacked， 三星推出的新品数量非常多啊，资讯量满。这次三星发表了4个系列，总共7款产品，并且无论是手机、手表还是耳机，这次都有了各种 Galaxy AI 的加持，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。我先快速带大家看7款新品，分别是左右开合、外观大改的 Z Fold 6旗舰大折叠，以及上下对折、拥有3.4寸外萤幕，再换上5千画素主镜头的 Galaxy Z Flip 6。并且不只是折叠手机，周边也有看点哦。三星在穿戴上带来了全新的 Galaxy Watch 7， 还有全新系列 Ultra 版的手表，规格全面拉了一圈，正式名称就叫做 Galaxy Watch Ultra。还有，好久没更新的 Galaxy Buds， 三星终于带来了新一代 Galaxy Buds 3以及 Buds 3 Pro。最后还有 Galaxy Ring， 但是这款台湾暂时没有上市的计划。总之，新品的资讯量非常充足，准备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我们首先来看外观大改的 Z Fold 6， 这次的整个 ID 变得非常方正工整，边框也都收得非常平直。不过边缘三星都还是有做圆润收边，所以握持起来不至于到硌手。实际上手，这代 Fold 6的质感真的非常好，大家之后一定要到现场去摸一摸。而且这次常规的3个颜色也都很好看。首先是这一支，虽然官方名称是银色，但其实就是接近 S24 Ultra 钛色的配色，商务简约好看。接着是这支真的超美 ，Fold 6居然有猛男粉啦，实际偏向淡雅中性的粉，无论男女都能驾驭。最后是海军蓝，喜欢深蓝色的朋友就是这一支了。而在外观上，这次的 Z Fold 6总共有3大改变。第一个是三星再次微调了 Fold 6的机身比例，这个 bingo， 就跟我们去年 Fold 5上手预测的一样，三星真的把机身拉宽了一点点。打开的时候，整体会比 Fold 5再宽上 2.7mm， 但高度变矮了 1.4mm， 所以外幕也稍微变大了 0.1寸。体验上，我觉得这个比例微调又更顺手了。但我们去年就说过，要拉只能拉一点点，因为外幕真的不是越大越好。以单手操作来说，现在已经是紧绷最合手的尺寸了。我还是比较支持目前三星 Fold 系列的设计取向。现在这个尺寸，外萤幕依旧可以做到很好的单手操作体验，在外回个讯息，外萤幕这个尺寸会更顺。而要大萤幕的话，就直接打开来使用就好了。如果说三星真的要出一支更大萤幕的折叠手机，其实我更期待已经传言已久的 Fold Ultra， 因为有更大的机身，代表要塞大电池，机身内建 S Pen， 然后内外都是大萤幕，全部都瞬间可能了。对了，没错，这代 Fold 6的 S Pen 也就是外挂在保护壳上的，并且我知道你们在乎什么，我们特别暴力测试了一下，这代的 S Pen 不会掉了，无论你怎么搓，甚至用指甲去抠它，反过来抠它，超级紧，完全不会掉。题外话，这个灰黑配色的壳搭配上钛色，超级好看，我应该到时候就会想这样搭。外观的第2个重点就是重量再次下降，这代只有239克。对比一般的旗舰大手机，像是 S24 Ultra， 其实也只要232克，所以现在大折是真的越来越轻，跟 S24 Ultra 只剩下7克的差距了。第3个重点，这次在金属件上同样是 Armor 铝合金，搭配 Corning Victus II 玻璃的用料，但重点是这次的防水防尘等级有突破，从过往不防尘只防水的 IPX8 提升到了 IP48 的防尘防水等级。防尘等级4代表的是可以防止大于1mm 衣物进入到手机，并且为了要防尘嘛，这次三星也换上了小改款的新型铰链，在折叠正面的边框上也改成了雾面平整的饰条，整体也更加密封密合。另外折痕的话，感觉又比 Fold 5当时浅了一点点，但是其实差不多。我觉得用这么多年折叠手机下来，折痕在你实际使用的时候，不管各家仔细看一定都看得到。但其实萤幕点亮之后，都已经达到可以忽略的程度。不过在肉眼上，今年的6代大折的折痕依旧会比6代的小折折痕再浅一点。接着来看萤幕，这次的 Z Fold 6在萤幕规格上也是全面升级。封面萤幕的尺寸有变化，随着宽度拉宽，萤幕尺寸从上一代的 6.2 寸变成了 6.3 寸。技术上同样采用 Dynamic AMOLED 2X 萤幕，但是规格有2大提升。第一个是上一代的高更新率只出现48到120 Hz， 而这一代则是升级成了1到120 Hz 的动态更新率调节，亮度从上一代的1750尼特大幅拉到2600尼特的峰值亮度。
而在内页荧幕，同样搭载了块7.6寸的 Dynamic AMOLED 2X 荧幕，这块荧幕同样具能1到120赫兹的动态更新率调节，并且也一样从1750尼特拉到2600尼特的峰值亮度。同时，这一次的折叠荧幕同样采用了 UTG 超薄玻璃，内荧幕也搭载了400万画素的荧幕下镜头 UPC 2.0， 可以保证进光量更加充足。此外 ，Fold 6同样拥有双喇叭，并且内荧幕也支援大家喜欢的 S Pen。搭配上这一次 Galaxy Fold 6推出了一系列 AI 图像生成的功能 ，S Pen 也更好用了。好，既然说到了 AI， 那我们就快速来带大家来看这次折叠上有哪些 Galaxy AI 吧。不过因为这集的节目时间有限，我先想几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完整的 AI 功能，我们评测再带大家详细实测好吗？然后之前 S24 有支援的折叠也都全部支援，这次只讲新功能为主。首先，大家最有兴趣的应该就是图片生成相关的 AI。之前的图片 AI 只能移动人物，然后扩张画面，但是这个新的涂鸦生成超猛，有点类似 Co-Creator。现在进到相片编辑，按下 Galaxy AI 的按钮之后，然后按这里，你直接可以在画面上画出任何你心里想要的东西，然后画得很不像也没关系。你们应该猜得出来微信在画什么吧？我是看不太出来啦，但他说是恐龙。好，然后我们按下生成，等它一下，这个功能是需要联网运算的。哇，真的超猛！到底怎么猜出来的啊？超级扯！而且我们有发现哦 ，Galaxy AI 的生成功能，它是会根据画面的合理性去判断的。像是这张比较户外的场景，它就生成一只真的恐龙；但我们拍张比较室内场景的画面，它直接生成恐龙玩具，而且阴影的合理性也是有的。这个真的好玩啊！然后这个涂鸦生成不一定要画在图片里，你要独立生成也是完全 OK 的。另外，图片生成还有一个叫做 AI 人像棚拍的功能。这边你可以选你自己的照片，然后你想要生成的相片风格，系统就会根据你的人物生成对应的画面出来。接着是 AI 翻译通话，也就是你跟外国人讲话的时候 ，AI 就会做到即时翻译。这不是之前就有了吗？没错，但是现在第三方的通话软体也支援咯，像是 Line、WhatsApp 也可以。然后 Samsung Notes 也加入了一堆 AI。以前只能文字翻译，现在你可以直接汇入 PDF 文件，然后让 AI 翻译，看 paper 超级好用，还可以请 AI 生成摘要，最多可以摘要10000字的文件。另外，虽然是老功能，但我还是想讲一下搜寻圈。这个 AI 辨识画面的功能，不只可以圈选物件，然后辨识它是什么或是在哪里，其实连数学题、QR code 或是把英文翻译成中文也都是可以的。我真的非常推大家开始用搜寻圈人生会瞬间少了很多问题啊！哪里有问题，圈一下就知道了。而且这个辨识的精准度和实用性，比早期的那种智慧镜头高了数倍以上，绝对有。另外，之前 S24 就有的即时双人翻译功能，这次在折叠上也有专属的玩法，可以在内外荧幕显示不同语言，两个人都可以看到已经翻译好的文字内容。还有一个超酷，但是目前没有办法体验到，就是这一次的 Flip 6有一个专属的 AI 功能。过往的封面荧幕可以选择你要快速回复的文字讯息，但就是预设好的罐头讯息啦。不过现在既然有了 Galaxy AI 的加入 ，AI 现在就会自动辨识你最近7则的对话内容，然后去判断你要的口吻要回什么，然后传出专属的讯息建议，让你点一下就能快速回复。这个评测的时候再来试试看好不好用。好 ，AI 先讲这几个就好。我数了一下 ，Galaxy AI 目前大概已经有了30个以上，在不同 App 的 AI 功能和玩法真的是讲不完啊！三星这波 Galaxy AI 是真的非常积极，来真的没有在开玩笑。我们评测再来聊聊。接着我们继续来看 Fold 6的相机部分。这代的硬体跟上一代大致相同，主要就是更新上 S24当时推出了一系列 AI 演算法，并且在录影功能上也支援了全新的 Super HDR 即时合成的功能。也就是利用 HN3 更强的 ISP 还有 NPU 协作，让录影也可以做到即时 HDR 合成。镜组规格同样是1200万的超广角，不过这个超广角的 sensor 有换新。接着是 f1.8 5000万画素的广角主镜头，拥有 OIS 光学防手震，以及1000万画素的3倍光学长焦镜头，同样拥有 OIS。效能上 Z Fold 6同样是评价非常好的高通 Snapdragon HN3 for Galaxy 的特规处理器，采用台积电4奈米打造，搭配上12GB 的 RAM， 储存空间有256、512、1TB 3个版本。台版就要看后续的官方引进状况。并且这代有个小惊喜是 ，Fold 6不只是再次塞入了 VC， 这块均热板的面积又比上一代增加了 1.6 倍。在 HN3 更好的能耗表现下，这个用料的确让人更加放心。续航上同样是4400毫安时，支援25瓦快充、无线充电、无响反向充电。
一样是好用的侧边实体指纹辨识，共有银、粉、蓝3种颜色。好，接着我们就来看今年的小折叠 Galaxy Z Flip 6。这次的 Z Flip 6虽然没有像 Fold 完全方正，但是侧边也变得更加平直。然后这次常规的4种颜色也是真的好看，我觉得今年的颜色都调得蛮漂亮的，尤其背盖，三星做的都是非常细的雾面磨砂，触感也来得更好。而在外观上，这次的 Z Flip 6维持了3.4寸封面萤幕的设计，最大的改变是在相机，三星加了一整圈搭着机身配色的相机环。原本看海报觉得普普的，但实机有一种越看越顺眼的感觉。海报上很像是镜头贴，但实际的质感真的好很多。现在反而回去看全黑的 Flip 5，会觉得有点无聊啊。另外，这次 Flip 6的重量跟上一代相同，都是187克，用料同样是 Armor 铝合金，搭配 Corning Victus II 玻璃。这次的防水防尘等级跟 Fold 6相同，都升级成了 IP48 的防尘防水等级，也用上了新一代的转轴。在折叠正面的边框上，也改成了雾面平整的饰条，整体更加密封密合。接着来看萤幕，这次 Z Flip 6的萤幕规格也迎来了升级，封面萤幕同样是维持3.4寸，技术上同样采用了 Super AMOLED 的萤幕，最高可以达到1600尼特的峰值亮度。而在内页萤幕上，同样搭载了一块6.7寸 Full HD Plus Dynamic AMOLED 2X 萤幕，这块萤幕同样支援了1到120赫兹的动态干湿率调节，并且也拉到了2600尼特的峰值亮度。然后前面介绍过的 AI 功能 Flip 6也都是有支援的。接着我们来看 Flip 6的相机，这代 Flip 6的相机硬体迎来了升级，主镜头从祖传万年1200万，终于升级成了一颗 f1.8 5000万画素，拥有 OIS 光学防手震的主镜头，并且有5000万嘛，所以2倍裁切也会比过往1200万来得更好，并且同样搭配上一颗1200万的超广角。效能上 ，Z Flip 6同样采用了高通 Snapdragon 8 Gen 3 for Galaxy 特规处理器。并且有一个小亮点是，这次 Flip 6的记忆体升级成了12GB 的 RAM， 储存空间有256、512两个版本，引擎规格还是要看官方。并且 Flip 6这一代还有2个意料之外的惊喜，第一个是身为小折叠代表的 Flip 6，这次在散热上居然也加入了 VC 均热板，并且这个 VC 均热板的面积非常可观，直接达到了 S23 Ultra 的150%。重点是S23 Ultra 的 VC 以国际品牌来说，其实也很大，所以这是小折的散热应该比较可以期待。加上 H3 本来就比较冷静许多。第二个小惊喜是，这次 Flip 6的续航也有提升，从上一代的3700毫安时加大来到了4000毫安时。看来 Flip 6的续航和散热会有1圈的提升。同样支援20瓦快充、无线充电、无向反向充电，一样是好用的侧边实体指纹辨识。共有黄、绿、蓝、银4种颜色可以选。最后提一下，这代的 Flip 6和 Fold 6同样提供了7次的大版本以及7年的安全性更新。更新这一块，三星还是很积极的。而在售价上，目前尚未有台版的上市资讯，不过我猜应该很快啦。后续请记得持续锁定帮你。另外，关于 eSIM 国际版规格是有，但台湾会怎么引进，还是要等官方公布。另外，无论是 Flip 6或是 Fold 6都支援 WiFi 6E，没有上漆，这点稍微可惜。最后，因为真的没时间了，这次的穿戴和耳机新品我快速带一下，之后有入手再跟大家分享。首先是这次首次登场的 Galaxy Watch Ultra， 这支我蛮期待的，外观好看，而且功能非常到位，就是目前 Android Wear OS 的表王5瓦。最大亮点有3个。第一，首款达到3000尼特超高峰值亮度的 Galaxy Watch。第二，首款采用3纳米处理器的 Galaxy Watch。第三，大电量长续航，一般模式有80个小时，省电可以到100个小时，并且侦测硬体非常完整，可以侦测包括心率、ECG 心电图、血压、BIA 身体组成分析。然后这次还加入了 AGE 糖化中产物的分析。这次三星加入了全新的紫外线灯珠，可以透过荧光反应评估你的代谢状况、老化速度。硬体上升级成了 L1 加 L5 的双屏 GPS，10 ATM 加 IP68 的防尘防水，可以应付零下-20度到55度的环境正常运作。比较酷的是，这次手表有组合侦测的功能，例如铁人3项、单车、游泳、跑步3个项目，你完全不用手动切换，系统会自动判断你在干嘛，并且记录。反正 Galaxy Watch Ultra 光是设计、萤幕、电量就足够吸引我的兴趣，之后有拿到再来侦测。另外还有 Galaxy Watch 7， 总共有40和44mm 两款，规格上就比较偏向常规升级，同样是换了新的处理器、新的 sensor。刚才提到的测量 Watch 7也全都支援。
另外，这代的 Watch 也都加上一系列的 AI 功能，例如我非常推荐的 AI 睡眠教练，它会有详细指引，带你慢慢改变睡眠品质。然后也有全新的能量评分系统，睡眠记录也会来得更加详细。收到讯息 ，AI 也会提供回复建议等等。耳机上总共有 Buds 3和 Buds 3 Pro 两款。Buds 3就是耳塞式半开放式的耳机，但支援主动降噪，而 Buds 3 Pro 就是入耳式，走极致降噪的形态。这次也加入 AI Base 的智慧降噪演算法 ，AI 会自动调整降噪强度，但它不是只判断吵不吵去调整降噪的强度，它会分析到底是什么在吵，再进行对应的调整。例如外面在施工，就把降噪开到最强；室内冷气稍微吵，就调低稍微降噪就好。而如果在马路旁边有救护车的鸣笛，它也会把降噪关掉，打开环境音，让你注意紧急的状况等等。并且 Buds 3系列也支援 AI 即时口译，透过 Galaxy 装置就可以启用 Galaxy AI。你在听英文演讲的时候，耳机就会自动帮你翻成中文。然后这代 Buds 3 Pro 的 SSC codec 也升级到了 24bit 96K Hz， 然后采用双单体、双放大器的设计，这个上手再来细说。另外，这个外观也变得超有科技感，有 LED 灯条可以做到提示，也可以纯粹当成 LED 灯效。另外，这代改成有杆子的设计，我自己是乐见其成，一来是收音更容易做好，但这个还好，之前本来就不错了。主要是这代 Buds 还有很多 AI 操作的功能，这个形态还是比较适合操作。好啦，重点全部讲完，如果还有任何问题，底下留言一起讨论。我自己是觉得 Ring 没有进来是真的有点可惜啊，不过没事，我们再来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弄到，再来跟大家分享。最后，邦尼团队也会很快的带来 Z Fold 6的深度评测，记得立即订阅邦尼，就不会错过最新评测了。也推荐大家回顾一下 Fold 1、2、3、4、5代的完整评测5部曲，一次补完所有折叠的重点。最后，节目制作不易，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超级感谢按钮的方式，直接赞助我们，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。谢谢你们，我是驴子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